老师。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因为今天我们正好在现场，聚齐了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开源模型的厂商。然后此外，我觉得 Comfy UI 生态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们同时具备有这个科研的团队，然后有艺术的创作者，还有很多在行业应用方向上面这个代表行业视角的人。所以下一个环节呢，非常感谢这个接悦星辰帮我们组织了一个针对 AI 和影视方向的圆桌。那我们希望能够邀请这个基础模型的厂商、真实的创作者和AI 艺术家这个比较融合的这个新的身份的创作者，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AI 技术对于影视行业的一些影响和变化。那让我们请上这个圆桌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接悦星辰视频生成模型的负责人段楠老师，然后上海电影 AI 创新业务的执行总监王玉元老师。然后最后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 AI 艺术家和实验电影导演海星老师，请大家入座吧。哦，对，然后我会代表 Comfy UI 团队来参与主持这个环节。突然坐下了。好，非常感谢几位老师。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海星，然后目前是一名 AI 艺术的创作者，目前也在猫眼担任电影导演，然后上影节的创投评委。然后我和我的合作者阿文做了一系列的 AI 方面的一些作品，包括像故宫猫猫上班记，还有去年年底的卡比兽在富士山等等的。然后这些作品就一系列作品吧。好，谢谢大家。对，在我们午休环节还有前面的环节有很多播放到了2位的作品。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一直是在影视公司里面做一些 AI 和影视工作流相关的一些应用探索，现在是在上影负责整体的 AI 创新业务。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Sophie。我是段楠我来自接悦星辰就是现在在接悦主要负责视频生成相关的事情。在来接悦之前，实际上我在微软研究院，我之前一直做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工作，所以我现在从自然语言到视觉这个方向对我来说是一个跨界。然后我今天来 Comfy 这个会场，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和大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大家。对，接悦团队其实最近刚刚开源了他们新的这个视频模型，然后而且他们团队也自己提供了这个 Comfy UI 支持，请我们有空这个看一下他们的 PR。OK， 我想直接进入我们讨论的议题。我想先问大家就是比较浅显的关于行业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新的一些在影视里面。AI 技术的应用，或者是常见的一些使用的方式，就如果能够解释给观众听的话，就大概会有哪些效果，或者是哪些你们看到的东西，现在有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我觉得要不海星可以。好的。我们目前观察到的，在 AI 这个影视行业领域里面，然后最能够用到 AI 的可能是渲染的这个环节。就比如我们以前做皮克斯的动画，我们刚开始会先做分镜故事板，然后做动态的模型，然后动态模型它动起来，它是一个先是白模，然后在以前的行业流程里面，会是一步一步的加颜色、加材质，然后加灯光，然后最后进渲染。但现在我们合作的很多的短片，基本到白模这一步就停止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 AI 转绘的流程，给它直接上材质。比如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跟霸王茶姬合作一条就是油画风格的转绘，阿文在明天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只是到了白模动画这一步，然后后面的所有渲染的环节就由 AI 来做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发现比较成熟的部分。OK。好呀。然后因为我跟海星还有这个科学家老师交流比较多，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每天都有很多 AI， 我们就会觉得 AI 已经就是到处都是了。然后想请问 Sophie， 就是在你的视角看来，这个变革的程度或者这个应用的比例，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活跃那么多呢？
首先因为我本身最开始也是 AI 创作者嘛，然后但其实更多的是在用 AI 去尝试做一些比较创意向的短片。但是因为我以前是在光线，然后我们是有巨型的，就是自己的动画厂牌，就是真的是在做大量的3维动画。然后到我现在加入上影之后，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做一些2维动画的尝试。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加入工作流的整个的范围以及说程度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做相应的尝试，就像刚刚海信老师说的，比如说涉及到一些 AI 渲染的环节，以及说 AI 特效的环节，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能够大量的帮助我们去把一些可能比较繁复的场景，以及说需要大量高成本的东西把它给压下来的。以及说，其实包括像电影是分前中后期的，前期很多的，尤其是像动画环节当中，需要大量的美术资产、场景资产，以及说2维图像、3维图像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目前我们可以用 AI 来进行部分替代，以及说加入到我们整体工作流当中的。以及说，像影视行业当中有很多导演，其实在跟制片人沟通的时候，缺少一些可视化的东西。可能在前期制片人只是根据剧本或者可能分场大纲，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到导演的思想。那么其实现在也有相对应的工作流，以及说相对应的软件，可以帮助导演更快的去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说帮助到整个美术团队去进行相对应的创作。所以这也是其实在我们整个影视的实际生产制作当中一些应用和结合。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一些可能偏中后期的，比如说在制作以及说后期的宣发上面，也会用到一些 AI 的工具，在帮我们去生成一些相对应的 AI 短片以及 AI 的宣传短片，比如说利用到 AI 手尾针的效果去做相对应的可能一些比较繁复的特效。对，理解。然后其实2位也已经提到了，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环节，可能大家相对看到用 AI 的制作会是比较多的，类似于渲染呀，或者是这些2维的处理。然后下一个问题想请段老师回答，就是你认为为什么有一些特定环节是现在比较适合这种生成类的模型去做的？然后为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不太适合？就是模型的边界，我们现在是怎么考虑的？包括可能在接跃的角度上看到的下游的创作者，他们实际在使用的时候，为什么最后会是不是最后会聚焦到可能某几类的环节或者场景会比较多？其实我和这个海星老师和索菲老师相比，我实际上从内容创作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小白。对，然后但是就是说从整个 AI 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至少在内容创作生成这个方面，我觉得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更普通的人，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去降低这个创作的门槛，然后能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像专业人士，他们可能都知道，就是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甚至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其实他想做一些东西，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像之前，你比如说要 P 个图，你还要掌握这个 Photoshop 这么一个复杂的工具啊。但是现在有了 AI 工具之后，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创作门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被降低了。对，然后从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来说，就是说我觉得 AI 它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就不管是语言模型还是视觉生成模型，他们因为看过了海量的网络的数据，实际上他们的搜索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会在生成的时候给你一些，哪怕你是专业人士也不一定能够想到或者是很快做到的一些点，所以它在创意上，我觉得这个点它会是一个非常适合，不管你是资深的创作者还是一些初步入门的人，都可以在创作的这个角度、创意的这个角度，从 AI 的模型里面学到，就是很快的获得到很多信息。然后另一个，我是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实际上它做的越来越好了吧？就是说它可以把很多之前要花很大价钱，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比如电影里有很多特效，一辆车爆炸了，然后一个男主角在疯狂的跑，这件事情或许就是在影视那边也有一些技巧，可以以一定的成本去做这件事。但我觉得有了 AI 之后，随着抽卡的这个概率不断的提升，生成的真实的效果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件事情以后会降低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开销吧，我觉得这件事也是一个不错的。明白了。然后下一个话题我想讨论就是大家认为，开源加工作流这样的方式，在专业的影视制作以及你们熟悉的这些内容创作方向上面，会多大程度的长期存在？然后包括说你们会不会认为，可能其中一些环节，更期待或者是更应该使用端到端的模型？就说工作流这种方式，它在你的生产环节当中有什么优点吗？好的，工作流对我们来说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解决的是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是我们有一个电影宣发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有这个素材以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素材快速的去做它的延展的内容。它16:9的一个延展素材是怎样的，9:16是怎样的，然后一个原型的素材是怎样的。这种工作流它是一个可以被严格定义，而且可以高速提升的。但现在4O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是一个更精准的工作流会更好，还是未来它可能大模型它就有这个能力，然后它可能会更加灵活。所以我们也在想，我们之后可能是不是真的也应该做一些更少的结构、更多的智能的这种东西，但我们还在逐步的在探索中。Sophie 老师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像 Config UI 这种就比较开源的工作流，它其实对于影视行业专业级的制作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真的传统影视制作它没有办法去抽卡，抽卡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很好的2次编辑、3次编辑。如果说我对一个场景或者说角色，甚至是我们当时也有尝试用 AI 去生成配音以及说音乐，然后用在我们的影视制作当中、电影当中，那么其实这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个高度可定制以及说可以高度可编辑、灵活的工作流，就对于影视行业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成本反倒是不降反升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但是我也在思考，同样就是未来是不是这种工作流在未来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更加灵活、可操作性，以及说能够让更多的电影行业专业从业者，比如说从电影学院开始就可以去尝试使用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像中国电影一直在讨论一个我们怎么能够让电影行业进行工业化。那么其实怎么样子从技术的角度，让更多的不管是编剧行业的学生，还是说是导演，都能够更好的接触到这样的工具。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可能，不管是对创业者来讲，还是说是模型方，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理解，所以听起来是需要保留工作流的可控性，但是需要降低它的使用和传播的门槛。然后段老师。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就是说我更喜欢从模型本身的这个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也对标一下，就是自然语言那边的发展。其实自然语言在预训练和基础模型出来之前，在那个领域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任务，像什么机器翻译问答呀、搜索文本摘要生成等等，对话聊天就等等。但是慢慢的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 BERT 那个 model 出来之后，就把很多的任务就给统一掉了。然后更不用说到后面就是说 就是 ChatGPT 到现在 GPT-4o，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发展，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任务它是随着基础模型本身的这个能力的发展，它是在不断的消失的但是它会出现一些新的任务，所以我是觉得工作流这个概念，我是觉得它会一直存在的，但是工作流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它会不断的变化。比如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我经历了整个 NLP 从预训练之前到现在基础模型的发展，就是我能看到整个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视觉领域这件事儿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它整个的发展要比 NLP 的发展要落后2到3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基本上视觉，尤其是不管是图像也好，还是视频也好，它的生成它都是处在跨模态的这种翻译的阶段它并没有像 NLP 从 BERT 到 GPT， 它从一个就是它走到了对世界的一种压缩、一种建模去做这种真正的基础模型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任务，就包括编辑也好，包括一些特效也好，它在后面它会慢慢的会被更强大的基础模型会替换掉
因为就是像语言模型里面很多任务，你通过 few shot 的能力，你给它少样本，它就能够快速的从这个样本里面学习得到这些知识，迁移到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任务上去。我觉得后面就是说很多这样的任务也会就是在视觉领域、视频、图像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也会被未来的下一代的基础模型就是这样的解决掉但是还会存在一些非常特定任务或者是特定领域的一些事情嘛，这些事情还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工作流去支持它的。对，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明白了。然后因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然后想问一些跟你们互相都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开源和闭源的各种模型，然后影视从业者也在往 AI 方向转，但是你们现在会觉得，模型发展的方向和就是行业实际需要的方向是完全协同的吗？然后如果是或者不是，那这个现阶段就是觉得行业和这些科研的开发者之间这个信息的互通以及说需求的互通是足够充分的吗？我想从你们各自的角度看看这个回答会是怎么样。好啊，就从我的角度，我会现在感觉到视频生成模型在变得越来越厉害，但相对应的，我们会非常期待视频理解模型也能跟视频生成模型一起起来。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些自动化一些生成，比如我们在讨论未来可能视频它也有个 agent， 我们可以让 AI 自己来生成一个恐怖片，然后或者是一个恐怖片的预告片，但我们发现它可能对于视频的理解没有我们需要的那么深入。就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恐怖片，我们最后一个恐怖的镜头能成立的前提，是因为它前面有一系列的铺垫的镜头，它有一些这种氛围性的渲染的镜头存在。但目前的视频理解模型，它只是针对这个画面里面发生了什么样内容，它是针对单个镜头理解，它不能理解就是整个镜头它们编排在一起为什么可以成立，然后它这样成立为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情绪。然后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理解的话，就很难有一个就是可以生成这种多个镜头联合组合在一起的这种视频的生成模型，我们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感觉现在视频理解模型会让我感觉整体要弱一些，比视频生成模型，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可能段老师等会儿可以指正一下。段老师指正一下。没事，你先说。好，那个我觉得海星老师说的特别好，真的我特别认同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视频理解模型做的不如生成？因为现在的视频理解模型它并不是用生成的方式去做学习的，它现在的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就是去学习语言和视频之间的这种映射关系，但是它本身并没有通过这种对时序建模的方式，就是对视频本身里面的空间、时序以及运动去做这种因果关系的建模。我觉得这件事情会随着就是下一代的这种视频基础模型的发展，就是它可以用生成式的方式去让这个模型有更强大的视觉的理解能力。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模型这一侧是我能看到的非常清晰的一条路线，包括就是不管是那个 Gemini 2也好，还是那个 GPT-4o 也好，他们现在在他们的语言模型里面融入了。其实就是外面就是体现在外面的，大家看到的是图像的生成和编辑的能力。实际上，它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按照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一个生成式的过程，所以它才能更好的去理解用户的上下文，理解就是多轮之前的这些你已经生成好的这些内容，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对后面的生成做得更好的。所以就是我最后 echo 海星老师，就是说下一代版本它一定是通过生成的方式能够把理解做得更好。了解。王老师，你的角度，你们行业需要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然后，因为我一直始终认为模型和我们行业来讲像是一条线的两端，是不停地在往中间靠。然后我们每一个新的模型出来之前，然后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积极的再去尝试和试用的。但是具体能不能真正用到我们的实际开发当中的话，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碰撞和灵感发挥的过程。其实我想的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讨论影视行业，都是说传统的电影和影视剧。那么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体验型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不是说由传统的模型
比如说我做一个视频来带来的。比如说像我们基于像这种生成式模型、理解性模型，我们其实可能未来会诞生更多元化的娱乐体验形式，比如说像是 AI 互动电影、AI 互动游戏，以及说让人参与到其中进行扮演的这种类型的体验活动。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和现有的传统内容相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更多的创新其实也是源于科技端。以及说，像我们其实去年跟借阅也有相对应的基于 IP 上的在世界人工智能上大会上面的活动。其实那次合作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受启发和意义的，因为其实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用我们的角色 IP， 一个是大闹天宫，一个是葫芦娃，去跟真正的我们的算法老师跟着我们的技术团队进行这样深度的合作。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比如说从影视端、IP 端对内容有理解以及说有自己认知的团队，同时和这种前沿技术科学家一起合作，这样子可能产生出来的内容相对来说才会更加的，一方面是更加高效，同时也会更加有创意。所以我觉得两者是互相协同的。明白，正好你提到了这个案例，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想问各位，就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然后模型的迭代特别快，就是大家觉得内容创作者和科研开发者或技术人员协作的方式上面，就你们工作的方式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然后有没有一些例子，或者是就是类似于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可能是怎么样两边在双方的合作，然后会在哪些社区或者哪些领域有这样子的合作发生？我会觉得目前的技术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之间的界限在变得逐渐的模糊。就从 Comfy UI 开始，我们发现就很多 Comfy UI 的头部的一些开发者，他可能就是有非常深的行业背景的，比如说瑞老他就有15年的游戏美术。然后到现在万象的模型训练师，然后杜孙老师，然后他之前也是一个动物科普博主，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在这个行业里面新的这些技术开发者，他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个内容创作者，然后对于这个东西有了理解过后，他带着他自己的行业知识进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鼓励更多的内容开发者、内容创作者去往技术开发这个地方去试一下，也许没有自己想象那么深，这是我想的主要的一个点。非常棒哎，然后段老师，我好奇就是你们平时和这个艺术家或者是行业从业者如何的沟通？我和艺术家走的最近的一次就是此时此刻。对，然后之前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其实那个Sophia 老师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去年和上影，其实那是我经历了，就虽然当时那个模型还处在一个非常low 的阶段，但是通过那样的一次合作之后，我觉得就是说我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更坚信就是说人工智能去做内容生成这个领域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跟那不管是上影也好，还是海星老师也好，后面还能有持续就是这种合作沟通的机会。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原来来自于微软研究院，就是研究院那边就是说他会鼓励你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起工作。比如我之前见过考古专业的学生，我和这个天文学家，澳大利亚的天文学家合作过文章。我跟加拿大的就是搞这种 single cell 搞这种就这样的一些跨领域的人合作过。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某一个人在一个领域里面待得特别久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跳出这个圈子。但是实际上他自己是跳不出来的，他能跳出他早跳出来了，他要靠人拽一下。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要么就邀请一些行业的人来到你的团队里面去做一些合作，比如我知道今天在现场有很多人搞图像、搞视觉内容的理解或者是生成，欢迎各位如果有想法的话，可以来接月星辰来做一些基础模型和就是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结合的一些研究工作。那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的是说，像今天这个会议就特别好，就是它把大家就聚到一起，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沟通交流、线下见面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反正就这样的一些机会，从我的角度其实都是很好的。想和艺术家走得更近，多参与 Comfy UI 社区活动。然后可能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想让大家每个人都说一说，目前对于比如说今年或者说最近的1到2年，对于 AI，
基础模型或者是广泛的就是 AI 领域最大的一些期望或者是期待看到发生变革的事情是什么？我特别期望能看到 AI 能诞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就比如如果是视频生成模型，它只是被用来制作视频，只是去覆盖曾经有过的这些需求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如果它能有新的内容形态，无论是实时的视频、可交互的视频，还是3D 什么样的，我觉得会更有想象力一些，因为它还在做真正行业的增值的部分嘛。我也同样是海星的，我其实刚刚也提到过，我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更多基于 AI 的新的内容形态。然后，因为上影不光是我们做电影制作，我们同时还有自己的 IP， 以及说我们的线下影院产业。然后现在其实因为电影行业受到一些危机，其实我们也积极的在拥抱一些新的内容形态，能够注入到我们的线下场景当中去，让更多的观众去体验到更加个性化、有意思的内容场景。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也非常期待看到更多有意思的 AI 应用产品出来，比如说像我们其实现在非常关注，就是像是一些 AI 的陪伴类产品，因为一方面确实它这个东西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当下人的特定情感需求的，同时它又可以结合到 AI 的这种个性化能力，然后我们去给予不同的受众去给它一些特定化定制的产品，这个也是我们其实目前也正在看的一些东西，对。范老师对，就是第一个愿望就是还是因为接月星辰是一家以就是 AGI 为目标的公司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在2025年能够在视觉领域把 AGI 在视觉相关的这个技术推得更前进一些吧，就这个也不仅仅是 AIGC 本身的事情。第二件事，确实 AIGC 它是一个验证相关技术的一个平台，就是说我们在接月，我们上个月和这个月分别开了我们30B 的这个文声视频和图声视频的模型，就是因为我们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去探索模型的，所以我们这模型的就规模是比较大，当然我们也拿到了一些社区的一些反馈就是说。我们也认识到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也要和社区做一些互动，所以我们在25年我们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update 吧，就是让我们的模型也可用性就更好起来。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还是既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也是希望后面不仅包括和台上在座的3位老师也有机会和未来和就是我们 AIGC 的这些从业者、创作者能有真的有更多线下互动和合作的一些机会，就这样。谢谢，也非常期待就是包括接月，然后还有像海星老师这样子的本身在开源领域的创作者，大家可以在开源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然后让我们整个开源模型以及再到创作的这个生态上面会有更多更复杂、更先进，然后更有意思的作品出现。谢谢你们贡献开源。我们时间控制的还不错，所以可以观众可以有1-2个问题。Any questions? Oh, okay. 不好意思，我走个后门。我想问2个问题就是希望各位老师都问。第一是段老师，我挺想了解你对整个这个LLM 和就是现在在视频方面的这些基础模型的整体发展的对比，就是一定程度上从我们角度一些看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上 LLM 在过去的大概5年的时间，整体的构架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基础是一直是就是你就是找到了一个非常 optimal 的这样一个 transformer 的architecture， 但是同样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在视觉的这个领域发现出来，就是你对这样的这种一个看法有什么你的看法？对，就是说，首先我是语言模型和视觉模型，它在大的学习的范式上，它应该是一致的，就是都是要通过预测 next token 或者是 next frame 什么东西，就是说去做这个，就是通过这种预测式的、生成式的去学习知识，去达到更好的理解。但是语言模型、语言和视觉，我通过这
2年做视觉，我是觉得语言它是一种人类已经就是精炼出来的一种非常语义 semantic 的这种符号，但是视觉里面它既有 semantic 的信息、语义的信息，它有很多 detail 的信息，所以我是觉得视觉这边如果想做到语言那么好，它可能要在整个视频的视觉信号的表征方面，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用 VAE 未来可能有其他新的表征方式。然后现在在整个这种视觉的生成里面 ，diffusion model 应该是比较，但是在语言那边是 autoregressive。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语言那边的人有用 diffusion model 去做文本生成，然后这边的人也用 autoregressive 去做，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种自回归和扩散模型的一种融合，应该是下一代的这种多模或者是视频基础模型的一个模型上的一个范式，我觉得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感谢。同时也想问一下2位老师，Sophie 老师和海星老师，就是在你们的角度来看，因为如果光看 ComfyUI 作为一个产品，或者是可能问题确实非常多，但是从你如果以一个就是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这里面缺乏的这种跟 ComfyUI 跟就是艺术制作者或者说是创作者的这些需求差的这个主题在什么一些方面？就是其实上是跟刚才的这个模型跟创作者的这些相差的这种距离的问题一样，就是从产品ComfyUI 使用的这个产品角度来看，你觉得就是出现的问题和差距主要来自什么地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可能还是使用的那个可用性上面来讲，它会有一定的壁垒，就是对于可能之前没有尝试过用类似节点工具的创作者来讲，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对他们的学习成本来说是有一定的就学习成本来讲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是在这种差异上面。但其实我个人并不觉得这种壁垒它会影响到一个创作者他真的去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其实在内容创作领域，我个人坚持的就是说是还是内容和创意是优先的，尤其是对于像影视公司还有文娱公司来讲，如果说你有好的创意，你有好的内容，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用 AI 来实现，你也可以不用 AI 来实现，你可以用闭源的，也可以用开源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差异都不是特别的大。我自己的感觉的话，就节点式的创作，包括我们在 Houdini 里面，然后在 Blender 里面，在 Nuke 里面，其实都有。所以节点式创作，我觉得倒不一定是拦住大家主要的点。我觉得跟我们传统艺术创作有个非常大的区别是，我们在以前在那些软件里面调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控的，就我们很清楚我调这个数值对应的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所以我们为此叠加努力也一定是值得的。然后每付出1分，可能它就会有一点点的改变。但在 AI 不一样，然后我感觉就是完全像黑箱一样，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就是怎么现在，就我觉得很多创作者被拦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应该怎么样努力才可以更好的学会跟 AI 的操作。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 AI 模型本身的一个就特点吧，所以也不太清楚是否是 ComfyUI 可以解决的。OK， 前面先举手 ，OK 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索菲亚老师，你好，我是那个一个动画公司的一个 AI 负责人，然后我们公司大概从2年前左右就开始尝试将 AI 接入动漫里面，但是就是不管是现在在播的还是之后会播的，里面都大量涉及到了 AI 元素，但是市场调研来说，大部分用户对于在影视作品里面接入 AI， 他们持有的是一个比较negative 的那种态度。我想问一下，您觉得这种现象之后会有所改变吗？或者说之后会不会有什么转变之类的？对。这个我非常理解你，你们会对外说这个事情是 AI？ 不会，我们会非常避讳这个事情。那还是会被就是观众发现是吗？会做得很隐蔽，对，就有啥说啥嘛，对吧？对，因为其实说实在，就影视公司用 AI
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更多是 PR 项的，就是像以前我们在光线的时候，我们做了行业内第一张动画电影商业海报，当时是为《去你的岛》做的。但当时那个出来之后，虽然对股价有很大的就是涨幅，然后但是实际上在动画电影行业内是得到了非常大的骂声的。因为首先导演可能觉得这不是我最终要呈现的东西，你给观众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然后还有包括其实对于动画行业的从业者来讲，他们也会觉得这不尊重他们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就我刚刚有个点就是未来展望这里，我也是希望说未来能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AI 作品能够真正登陆到院线，或者说登陆到流媒体，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像我最近关注到一个 AI 剧集叫做 House of David。它就是在 Amazon Prime 上面有真正播出，它其实里面有800多个特效镜头，其中有70多个都是用到 AI 来进行辅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创意为优先，然后同时你把内容做好，然后这里面用到 AI 去进行辅助和支持，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未来大的趋势，而不是说我只是高举高打，我用 AI 做一个相对应的东西，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会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好，谢谢。好，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再接受更多的问题。非常感谢3位老师参与这个圆桌，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在会后和大家在场地内进行交流。谢谢大家。也麻烦工作人员帮忙设置一下这个会场。然后感谢所有的这个开源模型的开发团队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